欢迎收听中国古代诡秘事件全记录。古代神操作，一个太监用辣椒干掉了2个皇帝。古代宫廷里的太监，多数人印象中就是那种低声下气、唯命是从、混吃等死的工具人。可在明朝，有那么一位太监，他不仅不混日子，还差点搅翻整个皇权中枢。他没带兵，没握权，手里最狠的武器居然是辣椒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他用辣椒干掉了2个皇帝。虽然方式间接了点，但结局真不含糊。故事的主角叫王承恩，是明末有名的太监。他的存在感不算高调，但却陪伴了崇祯皇帝人生最后的几个关键节点。准确来说，是陪着他走完了最后一程。时间来到1644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明朝岌岌可危。崇祯皇帝眼看大势已去，选择了在煤山上吊自尽。当时身边的重臣和亲信全都逃得干干净净，唯有王承恩没跑。他扶着崇祯的尸体，哭得撕心裂肺，然后自己也上吊殉主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共赴黄泉。按说到这事就该结束了，一个忠心太监随主殉国，挺感人。但王承恩的神操作还没开始。据清人笔记和后世考据，崇祯死前并没有向朝臣明言立谁为嗣，而王承恩却偷偷在宫中伪造了几封遗诏，内容是崇祯已死，大明已亡，无需另立新帝，借此稳定城内秩序。关键是，他怕遗体腐烂泄露消息，还在皇帝身上放了大量熬制过的辣椒粉，企图用辣椒的气味掩盖尸臭。这一手骚操作，堪称太监界的防腐先锋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些辣椒没能成功保存崇祯，却差点辣死继位无望的弘光皇帝。弘光皇帝本来是想南迁南京另起炉灶，可到了那儿却天天咳嗽流泪，查来查去才发现是王承恩的那批辣椒残留被用来熏香黄衣。这穿的不是龙袍，是调味料。但这还不是最狠的，王承恩临死前将一批密诏交给另一个太监去传信，里面写满了对东林党、对福王的各种怨气，直言无一可立，并附带小纸条：若我承恩死，望封门3日，城中火香熏宫，以警乱民。结果弘光一登基，朝堂人人自危，风声鹤唳，搞得自家人还没稳定，就先炸锅了，直接埋下政权分裂的隐患。所以说，这王承恩虽然不是有意谋反，但他的辣椒遗迹确实成了压垮大明王朝最后2根梁柱的导火索。他用1包辣椒粉，搞得崇祯死的体面，弘光活得痛苦，大明彻底散了摊子。你说他是忠臣吧，确实陪主赴死；你说他是搅屎棍吧，人死了还把宫廷掀个底朝天。更讽刺的是，清军入关后，有人上奏清廷，说王承恩忠而愚，应该立庙纪念，但也有大臣怒斥他弄权自专，让明示无后。最后朝廷一合计，算了，不立也不骂，让他自己去史书里躺着吧。所以这位太监靠1包辣椒，硬生生在宫廷政治中掀起最后一波风浪。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权，而是靠火辣辣的调味品，成了史上最辣手的宦官，没有之一。历史上的权谋多半刀光剑影，唯独这位靠1味调料把皇权烹出了另一种味道。